大家好，我是蔡小厨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不太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们的家事，因为我希望我的视频给大家传递的是快乐，分享的是积极。但是最近有一些私信，有些评论来指责甚至谩骂我的老婆，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作为她的男人，我应该站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也还她一个清白。首先，争议最大的就是去年我们让丈母娘来给我们带孩子。个别不理解的朋友会说，蔡小厨两口子又不上班，2个人还带不了一个孩子，难道就你们家的孩子有那么金贵吗？了解我们的朋友都知道，我跟我老婆一共有2个账号，一个蔡小厨，一个杨翠花，一个分享美食，一个给大家分享生活、孩子的日常。虽然自媒体这个职业在工作上时间比较灵活，比较自由，但是大家看到的短短的几分钟的一条视频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它需要前期的一个构思，然后进行拍摄，后期的一个剪辑，剪辑完了过后上传，还要给大家回复评论，回复一些私信，给大家进行一些互动。我记得我们曾经拍的最长的一条视频，从早上的9、10点钟一直拍到晚上的凌晨12点钟，甚至有时候一条视频光拍摄就需要2天的时间。更何况我们是2个账号。其实自媒体拍视频它就是我们的工作，甚至它要比我们以前在外面打工给别人上班的时候付出的更多。我跟我老婆一直以来都不是个懒人，所以如果只是单纯带孩子的话，不要说团团一个，就是再来一个团团，我跟我老婆都能带。但是确实我们平时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复杂，从早上起床开始，早饭一吃，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拍摄，然后下午接到剪辑，每天2个账号就是2个视频。我们也没有团队，到目前为止就找那个童德香我侄儿来给我们进行一下拍摄，因为确实日常忙不过来。其实在怀2胎之前，视频的拍摄、构思、剪辑、上传、后期回复都是我们2口子在完成。很多同行甚至在佩服我们，他在问我们，你们该歇的要歇一歇，真佩服你们2个，天天日更，而且2个账号不间断。因为我觉得人生的机会就只有那么几次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要抓住，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，改善我们那个小家的一个生活质量，然后在有能力范围之内，再来改变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生活质量跟环境。所以说这份工作看似轻松，但是它背后的工作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大。所以说这段看似轻松的工作，其实它的背后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付出，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一走就是5年，甚至在这5年之后还有很大一部分朋友喜欢、支持、理解、包容我们。其实当初让丈母娘来给我们看孩子，这还是我主动提出来的。经常看我们视频朋友应该都了解，老丈人、丈母娘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平时也没有收入，也没有买社保，也没有退休工资，也没有养老金。加之老丈人前面一直都在上班，然后丈母娘在空闲的时候到县城里面还会去打些零工，一天几十块钱。其实可能我那个想法不一定完全是正确的哈，但是我的出发点、初衷绝对是好的。我就想让他来给我们带带孩子，平时除了每个月的零花钱之外，每个月我会给他3000块钱的工资。虽然那个钱不是很多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，在他们老了之后，自己手上也能有一笔钱。其实在丈母娘来给我们带孩子之前，我们每个月都会固定的给他卡里面打几百块钱，这个是小杨提出来的，也就是考虑到他们平时没有一个经济来源嘛，也没有退休工资，然后我们就想到虽然不多，但是慢慢可以累积嘛，在我们有那个能力范围之内，我会一直每一个月都这样给他打几百块钱在卡里面，这样就积少成多，至少在他个人需要的时候，想起买点啥子东西的时候，他自己能拿得出来钱，而不是需要每用1分钱都要去跟儿子、女子去要。还是那句话，虽然可能我那个想法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的初衷真是这样。其实我的想法非常简单，就是想在他们老了之后，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能让他们手上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钱，在他们老了以后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老丈人前段时间感冒过后，
这段时间有非常多的朋友私信我们来指责、来谩骂，就说老丈人生病了感冒了，然后我们还让丈母娘给我们带娃娃，不让丈母娘回来。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家里面有小舅子、有舅母子，他们有那个能力把老丈人照看好，而我们是真的需要一个人帮我们看到娃娃，然后我们才能全身心的去投入工作。再加之明年我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今年慢慢的在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，所以消耗的精力就更大。但是其实说一千道一万，还是那句话，男人受一些委屈不算啥，我也有那个抗压能力。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指责谩骂我的老婆，这点是我万万接受不了的。其实对双方的父母，小杨至少在我心目当中是合格的。不管我们平时再忙，只要听到父母有啥子需求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去处理。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他都会跟大姐一起去给双方老爹挑过年衣服。说到这里，有些人甚至私信去骂我们大姐。我想在这个地方对大家说，大姐在他们家3姊妹当中付出是最大的，从来都是一个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人。她们姐妹2个都受过大姐的恩惠。这样说吧，杨家山如果没得大姐，就没得今天如此美丽的风景。大姐不管是对他们那个大家，还是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小家，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做妹妹的也不能一味的索取，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感恩回馈。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那个大家庭都是非常的团结，只不过大家都忙于自己的事情、自己的工作。其实无论怎样做，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不喜欢。还是那句话，炒小厨、洋翠花不是人民币，做不到就是每个朋友都能喜欢。我记得还会有一些评论里面时常提到炒小厨飘了，洋翠花飘了。其实不是我们飘了，而是这个别朋友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成长，不愿意看到我们一步一步的变好，他不愿意看到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我们的生活，去改变父母的生活。但是不管这个别的朋友怎样的言论，炒小厨都不会停下奔向幸福的脚步。我们依然会更加奋发图强，更加努力，让大家一起见证我们的成长。其实在拍那条视频之前，昨天晚上我跟小杨凌晨3点钟才睡觉，睡不着。在这里我给大家念这样两条评论哈：炒小厨不应该让岳母来带娃儿，真的，特别是岳父生病了，还是有点自私，都第2个娃儿了，2口子还带不了，而且老大又不在家，不知道老二是有多金贵。下面有评论就在回复，是老婆金贵，婆婆应该在家，不应该去女婿那儿，老伴生病，老2口相互照应，等等等等哈。所以说，昨天晚上我在看到这些视频之后，说实话，真正从个人自私的角度来说，我当时给小杨说的第一句话，我说小杨，明年不让丈母娘去我们带小孩，不管我们是在外面找人也好，或者就是我们2口子辛苦一点，我们哪怕就只做一个账号，我们自己来带娃娃。当然这可能是我的气话哈，因为看到那些评论后确实比较憋屈。其实说到这里，我也是语无伦次，我也不晓得说些啥子好。虽然炒小厨平时给大家的印象可能吊儿郎当、嘻嘻哈哈，但是在做事情方面，在对待家人方面，我们都是在真心的对待。最刚开始回来拍视频创业的初衷，就是为了让老大，就是小厨不再成为留守儿童。其实说1000道1万，希望那个别不喜欢我们的朋友没关系，不看我们视频也没得关系，不支持我们都行。但希望那个别朋友嘴下留情，特别是对我老婆、对大姐。说实话，这背后的不容易，只有我们自己才晓得。天天晚上带娃娃，没有睡过一个好觉。在打针的时候，白天丈母娘帮我们带，晚上就是我们自己带。晚上起来给娃娃喂奶啊，兑奶粉啊。明年我也会有些我自己的计划，因为之前我在做厨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带我老丈人，还带我另外一个侄儿一起到外面打个工。
至少他们跟到我一起，能有份收入，然后在外面不受别人欺负嘛。当然现在这么几年过去了，老丈人慢慢也回来了，然后在敬老院就是上班，也比较轻松，然后自己也能有一份收入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然后我另外一个侄儿在厨艺上面也有一定的那个成长了，我觉得是时候把他们招回来，我们在老家在达州自己做点事情，闯点事业出来。当然不一定做那个事情这个角色他就是对的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做一些实体，因为对于一个厨师来说，他的最终归宿还是想自己开个小店儿，也让家人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憧憬。最后希望2023年一切顺利，也祝愿经常看我们视频的朋友，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，2023年事事顺心，生活越过越好。因为我始终相信，人只要不懒，舍得干，愿意干，生活终归是越过越好。